在6月15号，东京当局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日常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点名中国，要求中国就核辐射泄漏一事向国际社会做出透明解释。该言论一出，很快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原本备受外界质疑的核泄漏问题，本应该是和日本有关，怎么如今却突然变成了日本指责中国了？事实上，所谓的核辐射泄漏，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杜撰消息。该消息最早来源是一贯造谣污蔑中国相关消息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该媒体谎称中国的核电站出现核辐射威胁，而该消息在日本看来犹如救命稻草。为了自身舆论形象，便在第一时间向中国发难，妄图进一步造谣，扩散我国核电站的消息，甚至摆出一副义正言辞的虚伪样子，叫嚣要中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实际上，早在 CNN 造谣我国核电站的第一时间，核电站的合作方法国电力集团 EDF 就对外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核电站一切运转正常，相关参数均在安全标准范围内，而且相关调查组也在核电站周边进行测试，数据也证实环境指标一切正常。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媒体所谓的核泄漏消息出现的时机十分巧妙，在G7会议刚刚结束， CNN 就开始制造谣言，扰乱国际舆论。这显然是想要从另一个方向上对华的战略攻势，而且在G7会议上，已经有成员对外表示，G7会议原本在台海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参会者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极力制造台海议题。可以说，日本拿 CNN 的谣言做证据攻击中国，绝非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过后的行为。有分析认为，如今日本向中国的叫嚣，与2020年美国要将新冠问题甩给我国一样，都是想要将一个会导致大规模危害的问题甩给中国。此前，日本坚持将核废水排向太平洋，很可能早已经打定了主意，凭借西方媒体的舆论垄断，就是准备将这种危害全球的责任甩在中国身上，简直是无耻至极。说起当前美国的形势，其实是并不利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受到疫情的深刻影响，美国国内的经济一度低迷，而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分裂。在对外交往上，美国一向为之骄傲的庞大盟友群也渐渐走向分崩离析。不断有事实证明，美国对盟友的全球领导力正在呈现直线下滑趋势，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细心的观察人士指出，当前美国的现状同尼克松时期的状况惊人相似，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尼克松后来通过对局势的正确把握，扭转了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颓势。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军最新举措来看，拜登似乎正准备复制前人招式。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拜登正考虑参照冷战时期做法，准备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支海军特遣部队。这并不是一支简单的队伍，而是一支永久性同中国对抗，以遏制中国军力增长的队伍。与之相配套的是，美国军方高层表示，将会集中主要精力应对中国挑战。此话除了有一贯的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意味在，更重要的信息点在于美军的战略重点转移。早在尼克松时期，其在国家危急之际，深刻地把握住了当前重点，其选择同中国改善关系，意图形成对抗苏联的统一战线。而如今面对更强大的中国时，美国则展现出了拉拢俄罗斯一同抗华的意图。不过，值得庆贺的是，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态不会选择对抗中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容易跟随美国对抗中国的关键棋子就是印度。很多时候，我们都将印度称之为中美对抗的关键变量，这很多程度上归功于印度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其本身巨大的体量。但是对于拜登能否借此成功破局，外界表示很大的怀疑。先不谈美国能否轻易的做到全球战略收缩，光是从美国选定的盟友印度来看，其并不具备遏制中国巨大的威慑力。从中印对峙结果来看，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印度都没资本同中国展开竞争，他们高估了自己眼中的筹码。在这样的迷之自信驱使下，面对美国的战略邀请，印度可能将会再一次产生幻觉，而最终的结局或许正如陈虎专家所说的那样，一旦印度选择登上美国战车，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做出了一个相当错误的抉择，并最终将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牺牲品。有人说，现在的我们真的很幸运，赶上了人类最好的航天时代。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加有幸能见证中国航天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幕。就目前而言，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当属神舟12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而让国际直呼美国再也无法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点又在哪儿？众所周知，航空航天领域被誉为站在人类工业文明金字塔塔尖的行业，而在航空航天领域，载人航天就是难上加难，单单是一个生命维持系统就十分复杂，但是中国却做到了。据官方消息称，神舟12载人飞船在北京时间6月17号9时22分成功发射。根据更为详细的报道介绍称，其在点火发射约573秒后，
成功实现载人飞船与火箭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而更加让人期待的是其后面的动作。我们知道，在发射成功之后，聂海胜等3名航天员奔赴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并在空间站驻留3个月。一般而言，从火箭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需要大概2天左右的时间。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已经掌握了快速对接技术，因此这一对接时间大大缩短。而之后航天员将会在轨完成相继的任务。然而这一任务的核心是为中国空间站的后续建设发力。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空间站，大家只会想到国际空间站，这是由美国主导建设的一个空间站。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多次申请加入这一空间站，但是都被美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究其根本，美国是想扼杀中国航天未来，害怕中国航天发展起来威胁到美国航天的地位。但是就如今来看，美国再也不能阻挡中国航天的发展了。就如同国际网友在美版知乎上发表的评论一样，中国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航天技术，美国的一切行动都吓不到中国，因为美国再也无法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也无法动摇这个大国的地位。可以说，美国不仅吓不到中国，而且现在还应该感到害怕，害怕中国会比自己做得更好，取而代之。因为随着国际空间站服役期限的临近，在不久的未来，在轨运行的空间站将很有可能只有中国的空间站。当然，随后国外网友指出，中国的强大并不意味着中国会采取霸权主义，无论中国变得多么强大，他都不会用自己的力量欺负他国，因为这是傲慢的表现。他也不会因为害怕被追上而污蔑他国，因为这是自卑的表现。中国将在两者之中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封面上做出警告，声称台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而当前紧张的台海局势似乎也在一步步地印证这一点。6月6号，3名美国议员乘坐美军C-17军用运输机抵达台岛进行访问，这件事儿也成为了引发各界对台海局势想象的新引线。紧接着，美国还加强了对大陆的挑衅，在 G7 峰会联合公报里加塞了许多涉华议题，其中就包括了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对此，中国解放军也以不同形式发出了严厉警告。据台空军司令部发布的实时军事动态称，6月15号，解放军共有28架次的军机进入了台岛西南空域，其中包括了1架次运8反潜机、4架次轰6、1架次运8远程电子干扰机、2架次空警500、14架次歼16、6架次歼11。台媒将其称为解放军史上最大规模的绕台行动，同时也是中国大陆对美国和台当局的勾连行径做出的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在中国的警告之下，美国并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还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颇有想与中国针锋相对的味道。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中国军机最大规模的绕行台岛之后，美军机就被爆出在次日，也就是6月16号，出动了4架次战机，分别前往黄海、东海、南海。其中，美空军的1架 RC-135U 电子侦察机前往黄海、东海侦察，美海军的1架 MQ-4C 无人侦察机和美空军的1架 E-3B 预警机前往东海活动。最后还有1架美空军的 RC-135W 电子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美军军机之中， E-3B 预警机可谓是东海的稀客。它不仅可以搜索监视水陆空的敌对目标，还能起到指挥己方战机作战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关系愈发紧张之际，美国为了反制中国大陆绕台的行为，开始将军机密集地派往中国沿海进行侦察。这无疑会加剧台海形势的紧张程度，也提高了爆发战争冲突的风险。当然，面对美国的挑衅，我国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称，我军将在渤海、东海2大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演练。山东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称，6月17号至18号的部分时段，渤海相关海域将进行实弹射击，禁止其他船只驶入。浙江海事局也宣布，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实际武器训练。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屡次挑衅下，我军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并且也已经有了对策，不再跟他们客气。如果美军机还敢在解放军眼皮子底下放肆，那么我军肯定也不介意将其作为最佳的练兵靶子。